本年度央视迎春晚会明星跨线剧，孙熙干练，杨紫洒脱，秦岚梅甜美。张若昀的同伙大张伟在展现出不轻视和谐的少年感后，毫无疑问的在人群中吃鸡，顿时转为紧追不舍。邓超和王二妮配合，老老实实的压低，却全都放了出来。那种对表演的不懈渴望，由我来管理你会是个好主意吗？赵丽颖在人群中表现出色，歌声出人意表，毫无悬念的外貌再次引发热议。黄渤再次踏上跑步机，歌唱功力依旧，刀剑未老。欧豪、白宇、魏晨、吴磊4位实力派、颜值高的人一起合唱，他们差不多的水平和身材令人赏心悦目，充满男子气概。今年的电视剧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乏善可陈，他们忽略了像早些年那样为影视明星提供足够多的跨线展览机会。尽管如此，它与早些年的跨线展览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它给了足够的跨线明星职位，所以这一次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哪个更好。正剧初具影楼，光是4位跨线明星就饰演2对正中青春期的情侣。一直以日本打妖怪为敌形象的于真，在春节盛典上以邋遢的配偶形象亮相。凭借着多长的演技，于震应付这份工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还是有些犹豫要不要放弃，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从过去银幕工作的笼统中解放出来。但有趣的是，作为一个个人的春晚功能，这个展览现在被认为是合格的。谈及通话，与于震饰演情侣的孙谦此次发表评论。此前，大众通过《甄嬛传》中的锦汐姑姑对孙熙有了一定的认识。人们在除夕夜与轻松愉快的家庭主妇搭档。虽说孙熙第3次出演迎春晚会剧，但按理说她有前2次的经验，这次表现出色也算是典型。但作为一个事实上，孙熙在前2次春节舞台上并没有太多宝贵的表演机会。2019年的舞台，孙熙仅仅打了不到2分钟，在2021年的画廊中，连一条孤独的台词都没有。如果你不仔细看，你不会发现她参加了。所以最初的2次，与其说是孙茜参加了迎春会，倒不如说是刚刚熟悉起来，并没有真正的体验。假设你要讨论感悟，孙熙在舞台的春晚处女作中真正讨论的是什么经历？尽管当时的戏份不多，却成为整部作品的泪点。她的表演能力是肯定的，这表明她被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银幕，也是为了舞台。这次在初会照相馆中，她是真正的第一人称。可以说，没有她，这部剧一定要拉低档次，因为内容体验不够。孙谦就是其中的英雄之一，他的性格撑起了整个小品。但看过孙茜演技和扎实人品的人，不会被他这次在小品中的娴熟处理所震撼。显然，这部剧中扮演情侣的艺人多了一组，就是白宇凡和张嘉宁。张嘉宁的性格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撼动的，但是却把他尽情地展现出来，更不用说受到大家的关注了，完全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陪衬。白宇凡也是少年时代的能干艺人，这一次他肯定能从小品中看出一些基本功来，有几处并不差，但和经验丰富的孙干还是有一些差距，但也不能说他没有什么舞台洞察力。放弃了，性格却不协调。电视剧《我来了》由著名演员王宝强和电视咖啡师杨紫主演。作为一项规则，部署和执行对于舞台来说是合理的，虽然有瑕疵，但瑕不掩瑜。王宝强自从完了沙根之后，他的事业就一直在上升。这份工作的影响今天仍然存在。令人惊讶的是，这张草图并没有放弃这条尾巴。尽管如此，王宝强的称赞并非无意。纵观他长期参演的作品，往往是一点一滴的刻画，每一部都有肉眼可见的进步。如此艰苦的工作和真诚，王宝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上演了春节大戏，这显然比2008年春节大戏《交通协奏曲》更有把握。他自己的画面和表演风格很符合春节的气氛，所以带来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尽管王宝强的台词有2处失误，但好在他的同伙王宁足够聪明，把失误变成了砝码。这种适应变化的能力是众多艺人需要学习的。除了王宝强和王宁，3胞胎中还有人见人爱的影视艺人杨紫。
说起来，杨紫是春晚的常客，近期在春晚活动的舞台上也频频看到她的动态。作为一名学习工匠，杨紫在迎春晚会上的表现同样不俗。此次她在小品的一专家二公中担当王牌一角，她看起来优雅宽松，特别宽松。在同一时期，她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无懈可击地完成角色扮演工作的杰出顶级人物之一。热问这部剧中同样有一位大家熟知的混血儿，那就是秦岚。秦岚向来以五官端正、演技过人着称，而在这部剧中，虽然她的颜值不限，但说台词的时候却暴露了她的短板，至少她的嗓音没有问题，没有足够的传染性，这会导致个人感到无能为力。如果单单关注她的台词，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却又不失脆弱。这次她在一群对春节有洞察力的笑话中，而她的担子在线条和语气立即显而易见。同班的黄洋同样是名媛，但和秦岚一对比，那种诱惑力和替代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秦岚之前不应该是抱着那种心态行动的。尽管她的银幕工作异常成功，但显然在人物刻画方面，她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思考和练习，尤其是在台词上埋头苦干，才能把小品演得无懈可击。跨界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影视艺人的跨界表现也会出现漏洞。搞笑的人在演戏的时候，不是经常会觉得矛盾吗？我个人认为，跨界暂时不是一件可以完成的事情。你应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先经历艰难的工作过程。无论如何，给更多的演艺人员在这个召唤中表演的机会，让表演提纲的人去演写真和影视剧，才是明智的做法。简单的制作一部像样的电视连续剧，各种企业需要10年的台下能力来准备。虽然是展览，但是写真和影视剧还是有很大的反差。要想跨线，不管你是不是想要10年的台下本领，都需要一段时间去发现倾向。今年的春晚已经结束了，希望来年能认真完成跨线展会，让孙熙、杨紫、王宝强这样有春节风范的人发展成为春节的点点滴滴奠定基础。我相信春季庆典活动将为更多有能力但默默无闻的专家敞开大门，同时保证 A 的重要领域。贺广智和徐志胜上春联，严佩伦和徐冬妈妈也上春联，无数优秀的艺人也来了吗？羊毛材质，相信在经历了瘟疫之后的加重之后，今年的春节大吉大利，不过是为了迎接美好的未来。未来的春节大事值得期待。02国产导流的狂热者非肖战莫属，发文量破9000万，工作室连续7天发条幅。肖战一定是喜欢里面的消遣。截至目前，帖子数量已超过9000万。随着这样的信息的到来，肖战的走红和影响力确实让网友们议论纷纷。这已经是肖战成名许久之后，再次化身为无冕之王了。西水湖海虽远，从前极为悠闲，但传说和信息却无一不清晰，令人叹为观止。事实证明，总的来说，交通并不为很多人所偏爱，甚至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阴郁感。但无论与他联系多久，很多人也很困惑。有的人表示流量多长，演技差；有的人说流量只是个冒牌货，人气不过是实力；还有人说流量明星都是割韭菜，都是收割狂热分子的韭菜。综合考虑，什么都可以说，但不管怎么解释，积极的一面微乎其微。但是，当我们用冷静的眼光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不同面。在萧敬看来，肖战的流量、演技、人品和演技三者合二为一。此外，这也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如此残缺的信息，如此无以伦比的流行，他堪称本土导流的主力人物。如此看来，肖战一定是非常喜欢内消遣，这也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情。君不见，在任何一个网络舞台上，只要和肖战结缘多久，你都能脱颖而出，甚至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也说明了肖战直播粉丝的无限性和层次性。所谓无限层叠的本质，其实是想在粉丝聚会的数量上没有最大的突破点，也没有设定粉丝聚会的圈子。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肖战内心愉悦所带来的震撼冲击。这从发文量突破9000万的微妙之处应该可以看出。
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检查几个限定符。这个发帖数超过9000万，是建立在一个特定博客的独立组织基础上的，流媒体或者知名影视明星发文量基本都跟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级别，或3000万，更何况破9000万，耐人寻味。可以说，放眼整个内媒，肖战是主播，发文量超过9000万，除他之外再无其他人。凭借如此有缺陷的信息和如此无与伦比的普遍性，他可以被称为本土娱乐的主要人物。更何况，我们还发现，肖战这时候还是那么淡定的淡定，根本不参加派对，根本不参加颁奖典礼，根本不参加春节庆典，基本不参加剧场演出，基本不拍各种杂志，把重心放在拍影视作品上，等等。这样的游戏计划，这样的安排，在媒体上很少为人所知。无论如何，在平等的情况下，肖战凭借扎实的粉丝韧性和对自我要求的高要求，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象征。显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或者至少，整个春节，肖战工作室连续7天发横幅。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和粉丝一起表扬春节，大家可以和蔼可亲，重新加入并参与其中。话又说回来，也是为了让无数捧着脑袋的无数粉丝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既然是庆典，那么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应该知足欢喜。该发条幅的人发条幅，应该提倡不常见的人物。毕竟，工作室里很多营销人员都偏爱小静，他浑然不觉，他对某些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人物关注工作室增加信息，不错。7条背靠背的长条幅和7条连绵不断的新年好消息，同样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春节气氛，以及粉丝和偶像之间的亲情。